台股强股热钱往哪里去？你搞得出代级啊！我们一定要来盯着这件事。川普真的做得出这种事？对独立机关 Fed 主席鲍尔动用司法逼他降息，扯不扯？扯爆了，扯到美元腿软，黄金暴冲，市场开始抛售美国啦。国际金价已经冲破了$4600每盎司。台湾银楼哦，一前首度突破18000，什么概念？几年前呐、1000出头的时候，55000买下了金条，几年之后什么都不做，居然已经快要破100万了。是，哎呀，君相千金难买早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感觉啊！怎么会金价飙成这样，真吓死！原来这跟美国有关系哦。就我们都知道啊，美国联准会就 Fed 主席鲍尔上来啊，就是让川普觉得很头痛。我明明是要你利率调降，你都不理我。哎，尤其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你知道上次他们去视察这个提到的那个 Fed 他们大楼的更新，哎，那个川普当场那个 saving 啊，意思说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更新案花了很多钱呢，我觉得这有问题啊。那个鲍尔马上回嘴他。哎，不好意思哦，那一个总统，我们这一个25亿美元是横跨好几年的个 saving，结果现在果然那个川普出招，什么意思呢？直接啊，他就也不能讲暗示，反正现在就是华盛顿 DC 的联邦检察官啊，这个据说是跟川普关系非常友好的，他竟然对鲍尔启动刑事调查。哇，一根不能报9017万，我叫你降息，你死不降息，好啊。你25亿，你乱编预算，我就抓着这个老鼠尾巴对你提告啊！是他现在要启动调查，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一个华府总部的整修计划25亿美元，哎呀，这个中间怎么那么高啊？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备案在里面？”哇，讲得很夸张。结果那个这个鲍尔啊，他直接说什么？第一个，这个预算是我们Fed自己编的；第二个，这是好几年的，跟你这有什么关系？鲍尔也不忍的，直接拍片呛他什么？他说这个刑事威胁啊，从头到尾跟预算没一个半毛钱关系，就是你看就在画面上看到的，有没有看到？不仅非常简单，然后旁边就是美国国旗，最重要的是他冷静，而且非常的一个就是专业的态度。好，导播继续走这段画面，不要回我。为什么？这段画面里面有非常多的猫腻，至少我看得出。这么冷静的老先生鲍尔从来没有直接跟你对尬，他顶多都不理你。他居然这个老先生7月要退休了，我跟你豁出去了，直接拍片了。你又不是网红，用拍片在隔空跟川普对尬，他什么都不怕了。告诉我，这个影片里面有多大的讯息量？是第一个，他就直接告诉你，他说从头到尾这个所谓的形势根本就是个威胁。为什么威胁？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尤其是川普总统，他要的是低利率政策，但是我们是联准会，我们联准会是独立机关，不受行政机关所指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项决策都是 based on the evidence， 就是我们都是基于这个证据上，不是随你在那边没有要讨好任何人啊！哇，这话讲得很清楚哎。好，会长，我问你，老先生大可以用一个白纸黑字的声明发给报社，然后让媒体可以去播。他为什么要用录影的方式？因为他很懂得现在年轻世代就是影片的传播率远大于所谓的新闻稿，所以他就直接跳一记，这在史上第一次。你知道以前川普怎么骂他都不理他的，对，史上第一次，因为他认为这是刑事威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大概是史上第一次，这一个司法机关竟然对于我这样子的一个独立机关，然后采取这个刑事诉讼追查，但是纯粹基于竟然只是因为利率政策不讨喜呀，所以他现在就讲他讲得很清楚啊。第二点，他又很冷静，你也知道他从来就是非常的，你看不出他表情，也没有生气，也没有在跟你对呛，就是非常冷静。我把我的理由陈述清楚。第三件事情，他要凸显什么？我是独立机关，我这个机关是要影响的全世界的利率的相关的政策，我们不受任何政治因素来干预。所以他现在的意思是说，你这一次你对我采取这个刑事调查，根
本就是政治干预了这个美国的利率跟货币相关的政策。所以啊，你知道吗？他这个一出之后啊，哇，3个联准会的前主席，包括谁啊？耶伦，然后包括葛林斯潘，还有伯南克，3个人全部出面挺他然后就直接讲啊，就说这个如果这件事情这样下去的话，哇，那以后我就问，以后的联准会主席谁敢不听川普的话？好，这一局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进一步就进到深水区了。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 Fed 老先生鲍尔跟川普开撕，你以为是美国人跟美国人吵架？没有，这个大严重了，这是核爆效应，它如何牵动明天过后我们的荷包？是因为他这样子，我跟你讲，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以前大家都会这个抱怨美元，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它是一个独立性的，它不受任何政治性的一个干预。对。但你现在不对啊，你现在弄下去之后，大家会心里想说：天哪，美元竟然是可以被川普给操控的。大家都开始狂丢美元资产啊，狂丢美元啊，所以导致什么？所有的钱去哪里了？黄金，黄金变成最佳的避险的资产。所以你看，吓死人！现在黄金飙成多高？竟然每盎司来到今天来到最高一度4695美元呢。加西郎换成台币，每钱来到18220元。我以前我朋友在结婚，我送给他的时候，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大概一钱4、5千元。哇，现在飙到多少倍？他们甚至直接讲啊，有的人他们以前在每钱1100元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以前高炸远古时代的事情，买金条，结果放到现在竟然已经91万，什么事都不用做。更黑名成咖，自己就咬钱回来16倍，还被加西郎，只有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才遇得到。所以你看到现在台湾买黄金的主力是谁？你以为是退休族，吓死人了！居然是这群年轻人呐！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台银它有所谓的黄金那个存折啊，他们就说啊，如果你在2025年1月14号你要用每公克2848块来买当时的台银的黄金存折的话，然后10万块去买，放到现在，你知道吗？现在的10万块变成16万。吓死人！成长才1年多的时间，所以靠老板加薪等不到啦，我不如靠黄金帮我增值。这个是台湾年轻人500多万户。好，我们来看看对岸的中国那个年轻人抢黄金有多迅猛。是中国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买什么金豆啊，有没有小豆的？现在他们玩的花招更多，金饰加上2次元的 IP，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黄金的吉利卡哇那你有一些相关的那个所谓的 IP 嘛，再去创作成，本来可能只是要5000多块、1万块，现在炒到1公克炒到12000，飙了3倍。所以你看你现在很可爱，有没有很可爱这种者？哇，就价格非常飙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年轻人很喜欢大家都飙涨的情况之下，有时候爱修心呢。中国500强的金雅福竟然传出人去楼空的事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很可爱，我就积少成多买嘛，就买到后来，现在发现，他总部不见了。他说他搬家，搬去哪不告诉你。然后呢，现在很多人想说完蛋了，而且我最可怕一件事情，我存在里面的黄金存折，我现在完全提领不出来。后来被人家发现，他竟然浪杠，把很多存户的这一些相关的资金还有资产拿去买房地产，踩到了大地雷。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史上最疯狂的黄金年代。加拿大昨天惊天动地打到这个人变成了全球头条，为什么？3年前他伙同另外8个人，至少9个共犯，靠着一张假的提货单，搬走了6600条的金条。我给他换算一下，400公斤。今天晚上你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价值至少有18亿台币。这个人贼心该败，另外还有8个人都还在逃，你得好好解释，你怎么把6000多条金块给搬走的？是，这真的是太荒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了，人家就讲到说，这个加拿大史上最严重的一个黄金窃盗案，你说它有多高科技吗？它有专长飞檐什么吗？都没有。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就是他们之前从杜拜然后运回来一架货机，货机上面就有6600多条的黄金然后就放在这一个所谓的机场旁边的一个储存室里面。结果你刚刚看到有没有？就有人穿的那个背心那个橘色的背心，而且这个先生穿着橘色背心，然后呢他说有另外一个黄先生就进来了，我要提货。你要提什么？我要提那个海鲜可能是乌参还是什么，要提货。
提货就提货，就到最后6000多条黄金，4000公斤的黄金就被提走了。狸猫换太子哦。对啊，金蝉脱壳，太夸张了吧？怎么可能提炼海鲜跟黄金会傻分不清？结果发现内贼通外鬼，原来有这一个航空公司旁边的这一个所谓的储藏区从经理到里面的这些人都有内鬼，里应外合，所以呢，到最后这一些6000多条黄金全部都被弄走了。弄到哪里去啊？我跟你讲，你问到好问题，4000多公斤的黄金，现在发现只找回1公斤。都分赃了嘛，分掉了。所以呢，当时好像说有7、8个人，后来好像抓到了9个人，后来抓到6个，现在还有3个在逃那你刚刚看到有抓一个年轻人嘛，他们就想到说其实那一些人他们早就弄掉，就算你抓我好了，我就装去关嘛，我关了，你就关我吧，我关个10年20年，我出来，哇塞，我这几亿的资产，我这个真的不用了，这半辈子都不用做了。另外还有一个加拿大这个在几年前曾经2007年。他们这个加拿大的皇家铸币厂，你现在上看吗？很漂亮的枫叶就是加拿大的一个象征，对，国徽，哇，1000公斤，哇，这个家里如果有那一个的话，真的是哇，这发财了，因为哇这么漂亮，结果你知道吗？它是采用99.99%的高纯度打造的黄金打造，重达1000公斤2017年的时候，在德国的柏林博物馆。又失窃了，你都丢了100公斤的枫叶金币，哪有这么好偷？是，结果他们就说，这一次他就是有一点，对吧？从后面的一个你看有些示意图，从后面爬进去之后，然后呢就拿着一些相关的推车，然后呢再把它给敲掉外面的那一个防壁的，对，然后敲掉之后。用这个小推车哇，慢慢拉走，然后就把这个金山银山给鼓回家了。也太离谱了吧！这到底也有没有内神通外鬼？一样抓到2名嫌疑犯，但黄金仍然下落不明。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